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，这句话大家应该都听过，这个是属于李白写的。那么我们走了剑门关的圆楼道和鸟道，就真正的体验到了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到底是什么样子。那么现在我们再去看一下剑门关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关楼。这座关楼非常独特，在冷兵器时代1700年的时间，从来没有被敌人正面攻克过。我现在就是步行去关楼，大概走2公里的距离。剑门关山高谷深，大家可以看到山高，是不是？那里就是剑门关，那山高谷深，两边是山崖，然后水流下来，这个山洪下来的是不是很像雷声，巨大无比。真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呀！这个地方，天下雄关，剑门关就在上面一点点。大家好，我是丘比，我现在在剑门关景区里面。我身后这里呢，就是剑门关的核心建筑，也是标志性的建筑——关楼。这个关楼非常具有历史意义，它大概是1700年前诸葛亮修建的。经常说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可能在这个地方就能够很好的体验。它刚好是在一个山谷中间修建了一座城楼。这里就是集齐各种风光的剑山，它的绝壁如刀斧切得那么平整有力。剑山中威耸入云的大剑山与旁边直入云霄的小剑山两相对峙，绝壁断临，至中间断开之处形状似门，故称之为剑门。剑门倚天是剑，享有剑门天下险的称号。剑阁峥嵘而崔巍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这句话出自李白《蜀道难》中的剑阁，指的便是我们眼前的剑门关。剑门关已经有多年的历史，它的承载文化以及历史古韵厚重而沉淀。相传在1700年前，也就是三国的时期，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北伐之时，路过大剑山，他看见这座山峰十分雄伟高耸，地形险峻，是一个藏匿以及出兵的好地方。于是呢，他便马上命令手下的军士开凿山岩，架设飞梁，搭好栈道。在后面讨伐曹魏之时，他率领的军队也曾经在这里囤粮食、驻军以及练兵。为了加固防守以及保证安全，他们又在这大尖山断崖之间的峡谷及剑门关处建造了一座石门，谓之关门，并且派手下的士兵加以防守。这个就是剑门关的关楼。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会行走在这里？其实因为先秦到三国时期，这里都是有一条道路的，就是一条先秦古道，叫做金牛道，连接关中平原到四川盆地的一条重要通道，也经常能够听到金牛道的艰险。剑门关的建成在三国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同时在三国之后的封建王朝也发挥了重大作用，因为这个地方相当于是一个天险。在唐朝有个李隆基，很多人应该都非常熟悉他跟杨贵妃的故事。那么当时他在任的时候发生一个安史之乱，他就从唐朝的首都长安逃往四川成都，他就是通过剑门关进入市区的。他们为什么会走剑门关？因为这里是一个天险，你只要派一部分人守在这里，就能够起到上万人的作用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在中国的历史上也确实如此，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或者任何一个武装能够正面攻破剑门关，就是从他修建的1700年时间里面。所以唐朝那些皇帝只要碰到起义或者是那些军阀造反，他处理不好，他就通过剑门关逃往成都。刚刚说的剑门关在1700年时间从来没有被正面攻破过。那么我们知道三国时期蜀国最后是被魏国灭亡的，那么正常来讲的话，蜀国的首都是在成都，魏国要灭掉的话，他必须从剑门关路过，但是剑门关又没破，是怎么灭亡的呢？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故事。三国很多人以为是从曹操、刘备那些人开始，其实不是。
是从曹丕称帝，标志着三国的开始。在三国当中，曹魏实力是最强，它占据了北方中原大地，人口土地最多，其次是东吴的孙权。那实力和土地最弱的就是西南方向的刘备这一块。那么我们知道三国转折点是在哪里？就是荆州之战。关羽当时败走麦城，他被杀之后，刘备他要为关羽报仇，结果没多久张飞也被杀了，刘备就更气愤，他就率领蜀国的举国力量进行攻打东吴，结果最后失败，退守白帝城。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最终在白帝城托孤，刘备让诸葛亮辅助他的儿子阿斗。后面诸葛亮掌握蜀国的军政大权，一直想统一，进而呢六出祁山伐魏，但是最终都失败了，最后病逝于陕西的五丈原。他的徒弟相当于姜维，后面呢也屡次北伐，但是也是没有成功。这样导致蜀国的力量是越来越小，北方的魏国实力越来越强。那强大的国家它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说要统一，故而呢在公元263年，司马昭就派了几个人率军南下，要进行灭蜀。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人物就邓艾，当时姜维等人打不过，于是就退守至剑门关，以3万人抵挡魏国的10万大军，而且呢还阻挡住了魏国一步都不能前进。当时守了很久，魏国的那些大军还准备后撤了，要回去了，因为打了3个多月，粮食各方面都不济了。但是当时那个首领邓艾不信这个邪，他觉得可以绕过剑门关试试，于是他就率领一些部队从榻中翻山越岭，偷渡阴平，直扑四川盆地，就其他一些城市。当时那些守城的将领看到魏国的部队来了，不战而降，望风而逃。结果邓艾率领2000士兵就直接到了成都的城门下面。那刘禅就是蜀国的皇帝刘阿斗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举白旗投降了，就是仅仅被2000人就吓到了。刘阿斗投降就标志着蜀国的灭亡。当时刘阿斗投降的事情传到剑门关之后，姜维都无语了，包括那些士兵都在想，我在前面浴血奋战，你们在后方不支持我一下，反而就这样投降了，那我们这些不是白费吗？那结果大家都放弃了，但是姜维没有放弃，姜维后面又使出了一个反间计，结果导致他被杀，然后呢他也弄得魏国的一个大将被杀，结果就是我们1人抵1人。在这个剑门关还有姜维的一个墓。看到这里应该就了解了，蜀国的灭亡其实跟剑门关没有太大的关系。剑门关守住了，剑门关那3万军将士抵挡了蜀国10万大军，僵持了这么久还没有被攻破。那真正灭亡的原因还是刘阿斗的事情，看到2000人就投降了。你如果稍微抵挡一下，周边的那些其他城市的部队过来一下，那2000人肯定会包完饺子的。但是没想到刘阿斗呢也是不战而降，把他爹刘备和诸葛亮打上的江山就这样丢掉了。但是反过来说，刘阿斗可能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从诸葛亮去世之后，刘阿斗还做皇帝做了几十年，他还能把蜀国维持住，也算是一种能力。只不过他后面看到了，按照蜀国的实力根本没法跟魏国对抗，所以可能才我们说的他直接就放下了，进而投降了。从古至今，打仗打的就是后勤，打的就是粮草。蜀国实力最弱，粮草兵源都最少，根本是没法跟魏国长期对抗的。那像剑门关这里也是一样，你蜀国要去北伐，那个粮草要从哪里过？像什么米仓道、金牛道那些
都是小路，基本上是没法运的。那么剑门关这里算是一条主要的通道，因此不管是蜀国北伐，还是魏国要进攻蜀国，他必须要走剑门关，故而才有刚刚说的10万大军在剑门关对峙3个月。因为一开始确实谁也没想到去走小路，只不过被邓艾走通了。所以总有这样一句话，最坚固的城堡总会在内部攻破。他这里的道理也是一样的，正面没有攻破，后方最后失败了，这就没办法了。